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工程图的入门篇。那因为这一次呢，图框不是在讨论范围内，所以不会介绍说怎么去编制图框。所以我就运用了预设的来当做示范。那首先呢，我们要进入工程图之前呢，你应该是要先学会了 SolidWorks 的入门篇，以及说组合件入门篇。这样子我们来进入工程图入门篇呢，会比较适合一点。那要怎么做呢？我等一下呢，后续会来做说明。那这边呢，我的教学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在标注工程图的时候呢，需要有一个工程图学的基础，但我不会以工程图学这个角度来切入的。那我会以什么方式来切入呢？我后续呢在总结的时候会来再做讲解的。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工程图的环境。那在介绍之前呢，我会推荐你先看一下这个如何自学机构设计概念篇。这边呢来引导你说你对于这个机械的领域呢是否是有适合的。那这边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参考一下。好，那这边呢最主要一开始呢，我们需要去插入零件或者是组合件。那插入之后呢，需要去摆放视图。那一般最常见的就是3视图加一个立体图。那这边呢需要有工程图学来支撑。那对于没有学过工程图学的人，可能是比较困难一点。那没关系，我会以另外一个角度来切入。那我们就想象自己是一个要做东西的人。那这样子呢，当你要做的时候，你会把你的图标注成什么样的尺寸呢？来去制作。你就想象说，今天看图的人跟制造的人是你，那你会怎么去标注它？你这样子呢，用这种方式来切入的话，你会比较好入门一点。好，那等一下我后续会来介绍几个指令，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咯。那我们从开启新档这里呢，就可以选择工程图。那一般可能初学者是这样子的。那会用到进阶的话，一般就是这里你有用一些范本。可能是别人给你的。那这边呢，范本进入之后呢，就会进入这个画面。那就跟刚刚前面所讲的范本呢这一块呢，不在讨论范围内，所以我就直接用预设的来做示范。好，那我一开始呢要做示范的呢是视图的摆放。那我们要怎么做呢？首先呢，我们先开启我们的零件。这里有一个模型视角。那我预设已经有开启一些档案在那个背景这边，所以我就只可以直接去做点选。好，那我就直接选这个。点2下之后呢，那这里呢，它会要你选择一个视角。那我这边呢，我会建议说，你把产生多个视角打勾。打勾完之后呢，我们一般最常见的就是上视、前视以及右视，还有等角视图。点选完之后，把它按打勾，它就会显示出来。那我们出来之后呢，我们都可以去做拉动的动作因为这边呢，它有水平放置以及垂直放置，预设都已经做好了，所以你拉一个视图，它会跟着移动都是蛮方便的。那前提呢是需要拉这个前视，这样子它左右呢才会跟着移动。那这个立体图呢一样，你也可以去做拉的动作这边呢，你也可以做比例的缩放这边都可以去调整，你可以用指定比例缩放去输入，或者是你用自定的自己输入比例这边都可以的。那这个立体图呢以此类推都可以这样做的。那这边呢就让大家去尝试一下咯。那这边补充说明一下，假设你拉完视图之后呢，我来示范一下，我不小心把它删掉了。像这样子，我如果不小心把它删掉了，那怎么办呢？这边有一个投影视图，你把它点下去之后，你可以从这边再把它重新投影回来。你按左键，然后往上拉，它就会被投影出来了。这边也是一样的。这样子呢，也是一个方式，能把它投影回来的。好，那这边呢，就让大家去尝试咯。再来，我要介绍的是剖面视图。那我们从上方列这里呢，就可以找到剖面视图的指令，把它点进去之后呢，那入门篇呢，我会介绍2种，垂直以及水平，这2个是比较常见的。那我示范的话，会用垂直来示范，那水平就让各位去以此类推去尝试咯。那我们就预设点完之后呢，直接点选你要剖的地方，
按下去之后呢，它就会把它剖出来，你直接往旁边拉动，那这样子呢就把剖面视图给做出来了，是很轻松的就可以把它做完的。那这边呢就让大家去尝试咯。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辅助视图，那一样我们从上方列可以找到它，点下去之后呢，直接按你要去辅助视图出来的那个边，假设是这一个，点完之后呢，选择方向，那点完之后，它就会出现了。那这边呢，我们可以去更改它的数字，那这个箭头我们可以用滑鼠的左键把它移动过来，假设我把它改成 A，这样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这里呢，你可以这样子让它预设，或是你在这个视图按滑鼠的右键，你选择工程视图的对称，解除对称关系，这样子也是可以的。你可能不要让它这样子拉动，可能要去拉到别的地方，这样子也是没有问题的。或是你要更改这里的字形，你这样拉过来，你把它点2下，然后在这边呢，输入你要打的数字，这样子呢也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去更改它的。那这边呢就让大家去尝试咯。接下来呢，我要介绍的是折断图。那我一样从上方列可以找到它。那我们点完之后呢，它这里呢会要你选择我们要折断的图示，那我们就点这个图示。那预设呢，它有垂直跟水平，那我这边是垂直的，那我就直接这边可以去更改它的那个尺寸，或是选择它的那个形式。那我就预设是用这个来做这边给大家去尝试。那我就这样点，把它点一下，那这样子呢，它就会做了一个折断视图。那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去给它标注尺寸的，去限制它的折断视图的位置。像这样子，我就示意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好像这样子呢，那我们标注完之后呢，它的尺寸就会隐藏起来，所以是看不到的哦。又用这种方式呢，可以把它做出来。那就让大家去尝试咯。再来要介绍的是细部放大图，那一样从上面可以找到它。点下去之后呢，这里有点像草图在画圆一样，有一个圆或是3点定圆。那这边呢，就让大家去尝试一下。那我就直接这样把它画出来。假设我要放大的是这里，那这样拉完之后呢，这边呢，你可以去选择它的样式，这边让大家去尝试。那我就以这个来做示范，然后我让它有完整的轮廓，这样子。那假设我把它点选在这里，它就会显示出来。那一样呢，这边呢，它还是可以去更改它的文字的。假设我把它更改成 A， 这样子也是没有问题的。你如果要去更改这边细部放大图这个图示的话，也没有问题。假设你要把比例拿掉，假设是这样子，你要用这种形式来把它呈现出来，这样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这边呢，就让大家去尝试一下咯。接下来呢，我要介绍的是标注尺寸。那因为这边呢还有2个比较少用的，那在入门篇呢我就没有介绍了，直接来到标注尺寸。那我们从注记这边呢，都可以进入这个画面的。那我们最常用到的，后面它还是有很多指令的。那入门篇呢，最常用的是标注尺寸。那剩下的呢，我这边就不会介绍，在入门篇是比较不适合的。那这边呢，其实蛮好入门的，因为我们如果有学过草图的话，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去把它标注出来。那剩下的就是需要有一些工程图学的支撑。那我们就直接稍微的示范一下。那这里呢，我来介绍一下关于中心符号。那这边你可以给它中心符号，你把它点进去之后呢，那这边呢，像是那个狭草的中心，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把它做出来。我就大概示范一下。这样点一下，把它做出来。这样子也是没有问题的。我就先做这样的示范。那这里呢，标注的话，我让大家看一下，其实是蛮直接的。你这样点选，就跟我们在画草图一样。差别在于说，这边的零件呢，我们已经画好了，只是把尺寸给它标注上去而已。那我就快速的示范一下。那这边呢，我们如果在标注的时候发现太小了，我们可以用比例缩放，这边都可以局部放大或适当的大小，
都可以这样做的。像这样子，可以把它拉近一点。那这边呢，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呢，我不会示范太多，就大概的示意标注一下就好了。好，那就大概这样子啊。那剩下的呢，就让各位去尝试咯。好，那这边呢，我来总结一下，大致上呢，简单的工程图的呈现大概是像这样子。那这边呢，当然还有一些公差啦，或是一些图层啊，这边就不在入门篇的讨论范围内因为有点不太适合所以这边我就不探讨。那主要呢是要引导你说怎么样去进入工程图怎么样入门我们先从这里开始学习会比较轻松一点。那前面所介绍到的说，那如果你没有工程图学的支撑的话，那你可能在标注这一块呢会比较困难一点。那我们该怎么做呢？这边呢我给大家一些建议。那首先呢你可以去参考别人的图，看别人的图呢到底是怎么样把它标注出来的。先去参考别人的，你先试着自己画一次，然后再参考别人的，看这边的差异性在哪里。这是一种学习的方式。那第二种呢，是比较直接一点的，就是你把你的图画完之后呢，你画这张图，你一定有用意的，你可能要发给厂商制作的，或是要做样品的。那这样的话，假设你画完之后，你把这张图呢拿去自己制作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那这之中呢，你可能会遇到说有什么尺寸是漏标的啊，或是你有重复标注尺寸的啊。那这边呢跟大家说明一下，有时候重复标注尺寸呢并不一定是不好的。那这边呢我的想法是可能会比较不一样一点。我不会全部都是以工程图学为主我会依照说我们实际上我们在制造或是在看图的时候，以这样的作业方式呢方便为主所以我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做改变所以当我们看到说也许你觉得说我们要依照工程图学有一些尺寸呢不应该是去重复标注的，但是我们现场在制作的人员可能会他还要再用计算机再去计算出来。那这时候呢，你也可以把重复标注的尺寸呢给它标注上去这样子并不一定是不好。那你可以用括号呢象征括号把它括号起来代表它是一个参考的。那这样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这边呢那就用这种方式呢来带入，那以及也需要去参考一些工程图学这样子两者互相去搭配呢搭配出一个比较适合的。因为我们工程图最主要呢就是要去看图去制造有时候美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除了正确度以外那这边呢今天的组合工程图入门篇呢就到这边为止了。那你如果还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到底下来留言。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